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保时捷拥有充足的资金考虑投资，以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。股市环境为投资创造了机会。让我们关注 MSCI 持续从指数中剔除中国股票，导致中国在主要新兴市场基准中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。此次调整将波及60只股票，凸显出中国经济前景的严峻性。这些剔除行为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股市的跌势，并迫使追踪指数的基金抛售这些股票，这将有助于新兴市场投资者的投资环境更公平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股恐慌情绪消退，但历史表明市场仍可能数月动荡。VIX 指数快速回落，标普500指数从低点反弹 3%， 但市场可能会持续动荡数月，因为VIX 指数通常在飙升后需要平均170个交易日才能恢复至长期中值。让我们关注欧洲股市表现疲软，因投资者等待美国通胀数据以判断美联储的政策走向，而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则抑制了风险偏好。下一条，英国6月工资涨幅跌至2年来最低，年化基本工资涨幅为 5.4%， 计入通胀后实际涨幅为 2.4%。尽管失业率意外下降，但受去年一次性发放的 NHS 奖金影响，年化包括奖金的工资涨幅已降至 4.5%。 接下来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·沃尔兹不持有任何股票，资产中规中矩，与美国普通家庭净资产类似。其财富主要来自教师生涯、军旅和公共服务收入，不同于其他百万富翁政客，体现了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。让我们关注腾讯音乐娱乐季度营收超预期，得益于音乐流媒体平台付费用户增长。下一条，上周的市场波动已有所平息，投资者将目光投向美国经济健康状况之外，关注中国经济疲软迹象，包括经济数据走软、企业销售放缓和政策制定者释放支持经济的信号。下一条，美国小企业信心指数在7月飙升至近2年半高点，表明金融市场对上月失业率上升后经济衰退的担忧可能是夸大了。接下来，美股期货周二基本走高，华尔街正翘首以待关键通胀数据。与标普500指数相关的期货上涨 0.2%， 与纳斯达克指数相关的期货上涨 0.3%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徘徊在持平线附近。下一条，家得宝下调全年利润预期，因可选支出疲软导致家居改善需求复苏希望破灭。该公司预计全年同店销售额将下降 3% 至 4%， 低于此前预期。下面这条，星巴克任命 Chipotle 前 CEO 布莱恩·尼克尔为董事长兼 CEO， 取代离任的拉克什曼·纳拉西姆汗。尼克尔9月9日正式入职。在此之前，星巴克 CFO 雷切尔·鲁杰里将担任临时 CEO。该消息发布后，星巴克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一度上涨 13%。下面这条，家得宝 HD 公布业绩不佳，原因是高利率导致消费者推迟重大家居改进项目，同比店面销售额下降 3.3%， 这是该公司连续第7个季度销售额出现负增长。首席执行官预计，高利率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抑制了消费需求，导致家居装修支出减少，而降息可能有助于扭转局面。下面这条，美国股市周二开盘上涨，因华尔街消化了低于预期的通胀数据，并等待消费者价格指数更新。S&P 500指数上涨约 0.7%，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约 1%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约 0.4%。 最后一条，美国7月生产者物价涨幅低于预期，商品成本涨幅被服务成本下降所抵消，表明通胀仍在缓解。12月同比通胀率为 2.2%， 低于6月的 2.7%。 通胀放缓和劳动力市场降温使得金融市场预计美联储将于9月开始降息周期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